大家好，我是岳静之，欢迎来到我的学习分享频道。那我这个油管频道从疫情期间开办到现在，已经得到了1000多位网友的订阅支持。那在我这种完全随缘更新的情况下，能收到这么多朋友的支持，我必须要重整旗鼓，做出更多更好的内容。最重要的是要定期按时的更新，以回报大家的厚爱。首先呢，在我创办这个频道的时候，我并不确定这样的话题会不会有观众，因为法律、制度这种严肃的话题呢，好像跟我们平时的这种衣食住行，跟我们买房、买车、找工作、赚钱这种非常容易解锁流量密码的话题相差非常大。但是人生中的很多事儿呢，比如说一个想了很久的一个想法，如果不去试一下的话呢，它就会像飘落在风中的那些花儿，转眼就不见了。所以呢，我还是决定一个人组成一支队伍，开始做起来。那么目前呢，所有的运作都是我自己在写稿子、录视频，然后用 Adobe Premiere 来编辑这些视频，包括呢制作一些图示、一些动态的素材，也是我一点一点的在学，一点一点在做。所以看到大家有订阅、点赞和鼓励的留言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这个辛苦真的没有白费。所以欢迎大家继续点赞，继续支持。事实上呢，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能够在美国生存下来，能够享受这个国家自由市场、平等竞争和它丰富的各种资源的前提呢，就是美国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它所遵循的这种社会秩序，允许了白手起家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劳和努力，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记得我当初念博士的时候，特别感兴趣中美文化的比较研究，特别想知道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到底差别在哪儿，美国人的教育和我们中国人的教育到底有什么不同。然后从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宗教各个方面，我非常想了解中西的差异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呢，直到我念了法学院，开始读厚厚的案例书，读到美国的法官们他对社会人心的这种解读的时候，我忽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美国的文化中这些自由、平等和包容是根源于它的法律和制度。那我们平常了解的美国呢，都是各种好莱坞的大片，各种奢侈品，各种豪宅、大院子，还有宇宙飞船送人进太空，这些非常高大上的东西。但是这个国家的自由、平等和它这种海纳百川式的包容，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眼睛看不到的价值，才是这个国家的底气。那么美国这个国家呢，它就像大地一样，有一种包容万物、滋养万物，有一种中国人所讲的这种厚德载物的这种品质，所以它也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可以自由的发挥，可以天马行空的开发自己的创造力。而我们说这种包容和滋养的这种根基呢，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那美国人呢，他有世界上历史上最特别的一部宪法，因为宪法作为它的最高法律，它完全不是保护任何一个统治者或者是某个党派的利益，它也不会保护任何一个统治者或者统治阶级的权利的合法性。这个宪法它保护的是普通老百姓每天正常生活不被打扰的权利，保护的是从1776年独立战争以来这种普通人不需要依附于权势就可以生而平等、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我这个频道的目的呢，就是尽我所能的为大家提供有关美国宪法和司法体制方面接近原文的解释，也通过具体的例子来介绍美国的法律，它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运行、如何应用的。由此呢，来帮大家了解真正的美国是什么样的。更进一步呢，也希望能帮助大家了解美国的法律制度和美国的文化之间，它是如何的互相塑造，成就了这个自由而多元的国家。我视频下面的评论呢，我也都读的，但是因为职业规范的缘故呢，我不能对大家个人的一些法律问题或者法律相关的问题提出任何的建议和回复，所以请大家在这方面多多包涵。那么至于政治立场的批评呢，我一般就不评论了，因为这个频道的目的呢，它是尽量客观的、尽量中立的，为朋友们提供必要的信息，给大家自己来判断什么是有价值的。
那如果你非得说美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呢，那也是你的言论自由。而且呢，美国它并不是天堂，就像美国建国时候的国父所说的，那如果每个公民都是完美的基督徒，就像天使一样，那这个社会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政府来治理。所以美国的制度呢，只能说是人类几千年来探索一个相对合理的政治制度中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那我们可以把它来跟同时期的其他的国家相比较，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跟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这种想象中的天堂来比较。话说回来呢，在过去的视频里，大家的评论呢也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比如我在编辑视频的时候，有一些细节，像我有一个收音设备啊，它在软件上就只有一个单声道，这个就是一位非常好心的网友帮我指出来的。还有大家说不要用太多的音乐效果，那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所以也采纳了。那么后面的视频我会再接再厉，希望新老朋友呢继续支持，让我们这个非主流的在线学习的社区继续成长。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